你想知道刚才那场捉奸戏的内容吗？你必须知道。那两个女人吵起来了，啊，后来你小姨子把那个狐狸精家给砸了，痛快吗？啊，痛快吗？痛不痛快？王队，这女人谁呀？够猛的呀！哎，他什么人？真的呀，他够猛的。动动腰，动动腰，我是幺洞八，我是幺洞八。我现在在清风院监视点上，我现在在清风院监视点上。幺洞八，你是不是看见一个女人进了楚梦家？我是幺洞八，是看了一个女人进去了，就土为报，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楚梦已经报警了，说是一个女人私闯他家闹事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你马上赶过去，你要想办法让楚梦第二次报警，明白吗？他明白，这个报警真是太巧了，我马上赶过去。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，出手就见财。人是挺聪明的，但是脾气太厉害了。你是说她对你？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，我又没有向他求过爱，他也没有拒绝过我。他聪明，我也不傻；她漂亮呢，我也不丑；她年轻呢，我也不是太老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又没说什么，何必这么心虚呢？我心虚什么呀，梁菊啊，这个女孩啊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她一会儿就会给你打电话，让你去给她解套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呀？你不是怕，你是……我是什么？男人嘛，就应该大气，对不对？这做男人呐，得往大气里做啊，不能像你似的，活得那么阴毒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也是收人钱财，替人出气的。希望你以后能吸取点教训，别再……警察？啊，楚梦，是你报的警啊？是，请进，请进。谁在你这儿又打又闹的？就是那无赖。你才无赖呢！什么东西，还敢厚着脸皮报警？哎，警察同志，我可是来捉奸的啊！他勾引我姐夫，还把他藏了起来，这事儿你们管不管？哎，说话得讲点正经的。他那么大个人了，我凭什么藏他呀？他有腿有脚的，想去哪儿去不了呀？我可告诉你，别找不着人上我这儿耍无赖！我还告诉你了。你还告诉我什么？你还告诉我什么？你没藏他对吧？你没藏他，他的东西怎么全在你这儿啊？不是你告诉我，是我告诉你。你要今天不把他交出来，我就把你这个破家族全给你砸了。行了，太不像话了，居然在警察面前撒野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讲？王队长，你看见了，刚才比这还凶呢，差点把我吃了。行了，说姓名、工作单位，说呀。敏捷，阳光会计事务所的。一会儿你跟那个人了解一下情况，如果他撒野，把他带回队里。是。你跟我找一个地方谈谈。那我们楼上说吧。
我也不要你的钱，也不要你的命。手机我借用一下行吗？谢谢啊。你也不用怕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的这个时候，会有人来救你的。王云走了，在他来到龙城市的1天半的时间里，他经受了一生从未有过的一次情感上的炼狱。他实在不想看到的事情，让他看到了；他实在不想干的事情，他也干了。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对自己无情的背叛，他不认为自己对邵明哲的报复有什么不对，恰恰觉得他们应该因自己无耻的所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王云不明白，这个现代化的都市怎么就把一个清纯的楚梦，把自己深爱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无耻的荡妇。心碎的王云没有打算马上返回平山的乡下去，他要到一个安静的去处，疗治一下自己心灵和情感的创伤。你们乔老板说得好啊，这一个企业家首先要成为一个政治家。你们乔老板呢，就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，身处龙城，放眼世界。他每天想的绝对不是一笔小小的买卖或者是一个项目，他是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设计四海的未来。这四海为什么一年一个飞跃？四海工业园项目为什么能这么顺利的展开？还有呢，为什么？好了，严大律师，你这好像是给我开表彰大会呢。我这个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别人当面表扬，这一点你特别不随你爸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爸从来没当面表扬过我，他才是个真正的政治家。诸位，咱们可以结束了吧？那得看星宇的话题完了没有。我没什么话题，我就是随便聊聊嘛。啊，不对，你还没说你到我们分公司找我干什么的。不干什么呀？这我既然到滨海来办事，这就顺便到这四海的分公司来转一转。咱们龙城的公司能在全国遍地开花的，可就你们四海集团。哎，这可是龙城人的骄傲啊！这么说，你到这儿来是找龙城人的骄傲来了？对呀。找到骄傲的感觉了吗？这当然找到了。找到骄傲的感觉之后，是不是就该查我8年前在滨海分公司的劣迹了？陆经理，如果严大律师要查我什么东西的话，希望你全力配合。对不起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先回房间了。来，小白，去照料小明走啊。严律师，你不会是真要查敏娟什么事吧？肖总，你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？很简单，10年前817案流失的那5000万巨款，是民总所为。喜剧，真是喜剧啊！太幽默了，严大律师，你可真有想象力啊！明总要能捐走5000万的话，我就能捐走5个亿了。本来就是无稽之谈，卢经理，严大律师无权查你们分公司的账目，你也没必要配合他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吧，啊？星宇，到我房间坐一下，有话跟你说。好。听明白了吗？
你必须当面承认错误。是他要向我认错，勾引了别人的丈夫还有理了。我砸坏他的东西，我是可以赔他，但是他要先向我姐赔偿一笔情感损失费。我弄碎的不就是个破盘子吗？他砸碎的可是我姐的心。还有啊，我是可以写保证书，以后不再来闹了，但是他也要先写下一份以后不再勾引我姐夫的保证书。他的事我们会处理的，这个轮不到你操心。我现在说你呢。那不行，要没有他们胡来搞流氓，我能到这儿来闹吗？这两件事儿不能分开处理，绝对不行。行了，用不着你怎么教我。你要再这么胡搅蛮缠的，咱们就找地方说理去。不就把我带到你们公安局吗？我不怕，我怕什么呀？我捉奸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德，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？再说了，哎，你可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！我男朋友也是你们公安局的。男朋友？谁呀？周海东。周海东是你男朋友？嗯。你是不是觉得他配不上我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哎，赶快给他打电话吧，他还说好了要请我吃饭呢。真是，不知道电话号码是吧？13075276070。赶紧啊！我帮你分析一下，他要是去单位或者回家的话，他不会不开车呀。另外，要是别的朋友开车接他出去办事情的话，他不会不接你电话呀，更没有理由关手机呀。我想，他肯定是遇到什么问题了。王队长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明哲他不会是……不可能吧？谁绑架他呀？绑架？太严重了吧？我想，他是知道他小姨子要来闹他，所以他躲起来，或者你把他藏在什么地方了？王队长，我真的没有必要骗你，他干嘛要藏起来呀？再说我干嘛要藏他？楼下那个女人也不是不知道我跟明哲的关系。王队长，我觉得真的可能出事儿了。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这么失踪的，王队长。你这不是要报警吧？你能帮忙找找他吗？你还嫌我一天不够忙吗？添乱。王队长，我实话跟您说吧，早晨我出门的时候，明哲说好给我做几个菜，中午等我回来一起吃午饭。我一回来他就不在家，他不可能这么无缘无故的失踪的，他怎么着也会跟我说一声的，所以我觉得情况不对。这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动动腰，动动腰，我是1洞8，我是1洞8。刚才在酒桌上，我不想找不愉快，扫了大家的酒兴。现在你明白了，我们滨海之行要做的事情了吧？其实，我一听说你到了滨海，我就知道你是冲我来的。第一，你要查滨海分公司的账目；第二，你要查我的客户。星宇，想听听我对你的劝告吗？不听我也知道。你想劝我马上收手，打道回龙城去？我乔一民要人的不吃，犯法的不做，你查不出什么结果来，到最后你是劳民伤财。可是你现在的行为，正在败坏我乔一民和四海集团在滨海的名声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请你放心，我有我的办法。那好，既然你一意孤行，非跟我乔一民过不去，我也没办法，你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吧。好，再见。乔一民怎么也想不通，
这个严星宇为什么这么执着地和他过不去？难道他手里真的掌握了自己的什么疑点？他知道这个名震全省的严大律师的厉害，他如果没有什么证据，是不会仅仅为了一封匿名举报信对他乔一民穷追猛打的。可他又实在想不出严星宇手里掌握着他什么疑点，但他可以料到严星宇滨海之行的最终结果肯定是无功而返。乔一民不怕严星宇查他，他怕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邵明哲。8年前自己财务室一场大火后，市商业银行怎么那么凑巧的就遭到了电脑病毒的攻击？邵明哲如果是攻击者，那他肯定是为了保护自己，而不是保护他乔一民。他能写这封举报信，就说明他心里有鬼。小总，睡个午觉，休息一下吧。没养成那个习惯。这个严星宇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了？捣乱了。他能捣什么乱呢？莫非真要查明总什么账吗？不管他，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这样，你马上跟香港分公司联系一下，晚上我们飞香港。不是说好明天走吗？这个地方太晦气了，今天走。你吃饭挺好玩的，是不是吃相特难看？饿。我能看出你饿了，特别像丐帮帮主。哎，你不就请我吃顿饭吗？你以为你就可以随便损我了？我哪敢？我想啊，向你核实一下。我听人说，你跟别人说我是你的对象。怎么了？哼，我在演戏呢，你可别当真啊！我哪有那么傻呀？我知道你是在演戏的。不过我觉得这个，平白无故的冒出一对象，现在搞得局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是你男朋友。害怕了？怕什么呀？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合适。你想，如果是真对象的话，那当然好了。可是现在是个假的，你这个不是影响我的终身大事吗？那你就回头跟他们说，说你把我给踹了。那更不得了了。你想，好好的一个对象，然后把人给踹了，那名声不更不好吗？那你就随便编吧，反正我在你心中也是一无是处，怎么损我都行，我无所谓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在我心目当中一无是处？我说你长得漂亮，你自己说我这脸全是假的。你这个人呢，就是太尖刻啊！但是我，周海东同志，不就这点事儿吗？你有完没完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往后，咱们这是同事关系，不是生活中的朋友，你记住了吗？记不住，我只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说我们交一个朋友，表情特别好，特别漂亮。可是现在我是你假男朋友，你可以随便的挤兑我，有人没人的啊，还给我起外号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严重伤害我自尊心。这自尊心老受伤害的话，情绪就不好，情绪不好的话，我就影响工作。哎，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男的要让的女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现在吃饭呢，不想听你说话，好好想你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好好想想，邵明哲同志到底去哪儿？邵明哲同志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已经捋出了头绪，全在这儿呢，等样样谈。
现在我就想趁你吃饭的时候谈一谈我的情绪问题。不错，我可以当你的假男朋友，你也可以随便的当着人挤兑我啊。工作需要吗？没人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可以对我态度好一点？让我考虑一下吧。对啦，就像这样说话就行。好了，慢慢吃吧。吃完了以后，我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，好吧？在敏捷吃着饭，周海东想着事的时候，从梦中饿醒的邵明哲也想起了事。在绑架他的王云走后，邵明哲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一辈子养尊处优的邵明哲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等折磨？他至今也没想明白是什么人因为什么事指使人绑架了他。他想到了乔一鸣，想到了马行长，想到了帝王宫娱乐城的老板，还想到了很多很多被他明的敲诈暗的陷害过的许多人。因为觉得任何人都有可能，便难以确定到底是谁干的。邵明哲不由得想起了乔一鸣说过的一句话：这人呐，一辈子可别做下什么错事，如果做了，那肯定会得到报应的。情况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，邵明哲同志呢是自己失踪还是被人绑架，但是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。希望大家呢能够帮我们考虑一下，邵明哲同志呢工作这么多年，到底得罪过什么人，和什么人有深仇大恨？大家可以敞开思路，银行内外的人呢都可以考虑。马行长，你先说两句吧。邵副团长在我们行里边是个很不错的同志，他是一个学者型的干部。根据邵明哲失踪的情况分析，绑架他的地点就在我们小区，时间嘛，大概是在上午10点30分左右。对手下手是比较迅速，手段比较高明，居然没被小区的保安和业主们发现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他们提前踩好了点儿，并制定了一个非常严谨的行动计划。王队长，我敢保证，绑架他们的人绝不是我们小区业主干的。现在啊，你什么保证都不用做，你马上召开有关人员会议，向大家说明情况，让大家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情出现。经过王队长的巧妙诱导，楚梦才向我们报警，我们才从暗中寻找变成明中搜查，能够调动的警力全部出动了。另外，对邵明哲可能藏证据的地方，我们也监控了起来。乔一民知道了邵明哲举报他的第2天就飞到了滨海，他到了滨海以后，邵明哲就被绑架了。怎么这么巧呢？是太巧了，巧得我们甚至都怀疑乔一民是绑架操纵者。以乔一民的智商啊，我看他是不会玩这种金蝉脱壳的低能游戏。对，其实他想收拾邵明哲，他就是不离开龙城，也能找到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、不在作案现场的这个人。比如说，他雇人下手的时候，正好和周海东在一起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这个乔一民啊，正因为知道我们不把他当傻子，所以他就故意制造了这么一个绑架的低能游戏，来混淆我们。所以有时候最低能的作案手段，往往出自高明人之手啊。我们是吃过不少这样的亏呀。照这个路子啊，我觉得邵明哲就在龙城，恐怕就在我们眼皮底下，密切注意乔一民。有人盯着呢。哎呀，这暗中捕雷是你的绝活啊！怎么是叫突然抽风呢？我告诉你，在我还没有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被你的传奇经历打动了。我喜欢有力量的男人。小杰，你别胡闹行不行？我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。
我们两个之间呢，只能是姐夫和小姨子的关系，你别浪漫过头了。我知道我会爱上什么样的男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从美国回来，就直接回到了龙城？一回龙城，我就要着急见到你。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离不开你了。行了啊！你把自己关到小黑屋里，好好的冷静冷静。等你都想明白了，你就知道“滑稽”2个字的含义了。哦，你姐来了，你等着，你跟姐说。谁？小杰。喂，小杰，我想问你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姐，对不起啊。你爱上谁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你记住，第一，你不能扰乱别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；第二，你也不能强迫别人爱你。我没有强迫，我知道乔哥也是爱我的，只是他碍于周海东的面子不好意思承认，因为他想给我们俩当媒人。小姐，我现在不想在电话里跟你谈这件事情，回去以后我想跟你好好谈谈。姐，告诉你一件事儿，邵明哲的小蜜今天中午报警了，说姓邵的被人绑架了。什么？邵明哲被绑架了？哎，他说邵明哲被绑架了。你说什么？邵明哲被绑架了？啊，你还记得邵明哲的那个小蜜楚梦吗？邵明哲被我跟我姐轰出家门以后，就搬到他们那儿去了。然后那个楚梦今天报警，说是邵明哲被人绑架了，有意思吧？这事儿可真好玩。他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种人早晚会有人收拾他。没错，我们不提他了。哎，你记得啊，我每天都会给你打电话的，至少打2个。在龙城警方撒开大网寻找邵明哲的时候，王云已经乘飞机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大海边。面对茫茫的大海，他的心情变得豁然开朗起来。他本来不想给楚梦这个带给他莫大耻辱的女人发什么信息，让她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急着找不到那个姓邵的，不也是件愉快的事吗？但身处海边、心情还算不错的王宇，终于决定用邵明哲的手机给楚梦发个信息。王队长有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邵明哲的手机给楚梦发信息了。姓邵的死不了，明天中午能见到他。哎，什么意思？王队长，明天中午真的能见到明哲吗？姓邵的死不了，明天中午你就能见到你上火一样，特别他。那挠啊，接着挠。哎，我们大家分析一下，这个手机短信它传给我们什么信息？是不是我们全市的大搜查让对方慌了手脚？这个短信就是警告我们，如果再这么搜查的话，那邵明哲就不是死不了。还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对方已经从邵明哲身上得到了该得到的东西。也不对，因为对方得到东西以后，肯定是杀人灭口的。那是不是缓兵之计呢？我说你有完没完？挠完了说说。说不准。说不准也说，说出来大家议一下。我觉得
邵明哲被绑架跟乔一鸣没有关系。你想啊，如果我是乔一鸣，我要想收拾邵明哲，我肯定会自己亲自动手。为什么？因为邵明哲手里掌握的东西，那可以要我的命啊。所以，肯定不愿意第二个人知道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另外，即使雇人来收拾邵明哲取得证据，那也要自己亲自鉴定证据的真伪。这个时候不留在龙城鉴定真伪，跑到滨海去干什么？所以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跟乔一鸣没关系。说的有道理啊。哎，周队，你说不是乔一鸣所为，那又会是什么人呢？无非两种人，一种是为了情，一种是为了利。为利的话，我觉得也不可能。你想，这个邵明哲不是什么有钱人，绑匪绑架他，为什么？还有，今天我们去他们银行的时候啊，银行的同事说，邵明哲这个人呢，待人非常和气，和同事之间呢从来没有红过脸。工作这么10多年来啊，从来没有受到客户投诉他以利用职权索取贿赂啊，索要金钱这样的事情。文质彬彬的，看起来是一个学者型的领导。应该说，他的被绑架和他的工作也没有关系。那会是为了情？王队，这个楚梦，除了邵明哲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别的男人？这个我问的比较详细。楚梦说呀，邵明哲是他第2个恋人。那他第1个恋人是谁？第1个远了，是他们老家什么乡的一个副乡长，叫什么王云啊？对，叫王云。楚梦说呀，几年前他就和他解除了恋爱关系了。那他们解除恋爱关系是因为邵明哲吗？他说的是。邻居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我怀疑这个王云来到了荣城。楚梦一定向我们隐瞒了什么。对，要不然我再去会会这个楚梦。去吧。是。王队，是的。你马上到机场，查一下这2天来往旅客的名单。好，走。是。王云。邵明哲的生活一直是很规律的，几点吃饭，几点睡觉，几点起床，几10年来这一规律从来没有破过。从小就喜读史书的邵明哲，从诗大雅中看到了“既明且哲，以保牺牲”的句子后，便将自己的邵建国的名字改成了现在的邵明哲。邵明哲不但知道明哲保身的道理，更明白许多养生之道的理论。他虽然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，但他清楚自己至少已经被饥渴折磨了10几个小时了。绑架他的那个人临走时说，第2天中午会有人来救他。可要是他诚心想害死自己，不通知人来救他呢？邵明哲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中，他甚至想，与其这样被活活的饿死，还不如当时就被他杀了呢。一想到死，他就想到了乔一鸣，他认为只有乔一鸣会置他于死地。我真的觉得不可能是王云，他从来没有来过龙城，也没有见过邵明哲，所以，楚梦，我们周队长的意思是问你到底有没有和王云断绝恋爱关系，还有，王云这几天和你联系过吗？至于其他什么可能不可能的事，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你是爱邵明哲的，对吧？爱。你不希望自己所爱的人死吧？当然不希望了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那你就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，要不然邵明哲真的会死，而且死在你这个死要面子上。
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小孙，走。等等，我跟王云，其实，来，坐下慢慢说。坐下。其实，我还没有正式跟王云提出分手。就是说，他现在还是你的恋人，对吧？是，可是我们，他知道你跟邵明哲的事吗？他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？他从来没有来过龙城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来过龙城？我一直不让他来。你不让他来龙城，他一个大老爷们就那么没脑子，他不会怀疑你为什么不让他来龙城，他肯定是来过龙城。我觉得他不可能干绑架人这种事情，我了解他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在北京开会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刚到北京的时候给我打过电话。你们最后一次通话是什么时间？昨天晚上，差不多10点多钟吧。昨天晚上10点钟从北京打电话给你，他是用的宾馆电话给你打的，还是用的手机？他用手机打给我的。对呀，他刚刚到北京的时候是用宾馆的电话打给我的。他说用手机打又是漫游又是长途的，特别费钱。那他昨天晚上为什么没用宾馆的电话打给你？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，你用你的房间电话打过来吧，免得费你的手机钱。别慌，没事。这不是北京的电话，跟我接，别慌啊。喂，你这是哪儿的电话呀？你不在北京吗？你什么时候去青岛了？这几天起降这么多，在几千人当中查太费劲了。对，这也比我们到整个龙城近100个宾馆去查省事儿吧。好好好，你给我查今天飞青岛的。有个目标就简单多了。有去青岛的王云。好，走。王队，你赶快向邻居汇报一下，好吧？我马上要飞青岛。好，就这样。真的来龙城了？你呀，跟我们得走一趟。去哪儿？去青岛找王云。他真的来龙城了？他真来龙城了？快点，别愣着。哎。你是青岛市公安局值班室吗？在青岛市警方的协助下，将准备好好的睡上一觉，第2天要去游大海、逛崂山的王云堵在了他住的客房中。王云情知事情暴露，但仍然一口咬定他没有参与什么绑架人的事。第2天早晨，周海东带着楚梦乘飞机赶到了青岛。当周海东见到王云的时候，既为这个大山里憨厚的汉子感到悲哀，又对这个因情所累而失去理智的绑架了邵明哲的人恨之入骨。是他搅乱了警方精心策划、巧妙安排的一场守株待兔的好戏。坐下。王云啊，不想说点什么吗？你说呀，你把明哲藏哪儿去了？心疼了。王云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怎么是？再他妈不能听电话，你给我出去啊！坐下。
使劲哭，使劲哭。回避一下，出去。哎，你那个臭男人，要能想到你在这为他哭，那有多好啊！出去。王云，作为男人，其实我挺同情你的。被自己心爱的女人玩弄感情，肯定很生气、伤心、愤怒，这都可以理解，但是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儿。现在，绑架邵明哲已经违法了。如果邵明哲因为你再有个什么好歹的话，你这辈子可就完了，知道吗？我这辈子已经毁了。一个被女人抛弃的男人，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？你还是个大老爷们吗？男人要拿得起放得下，对不对？现在人家不喜欢你了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你这他干嘛？我是山里人，没有你们城里人想得那么开。是我把邵明哲藏起来，怎么了？他就不应该受点惩罚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也别逼我，把我逼急了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我死了，他也别想活。谁也死不了。那你说，什么时候告诉我们那个绑架邵明哲的地方？我原本打算今天中午呢，让那个狐狸精亲自去救那个臭男人，让他看看那个男人的狼狈相，看看他爱的男人是不是也拉了一裤子，尿了一裤子。哎，我给他发了信息了，他没告诉你吗？现在离12点还差2小时42分钟，你知道你为这2小时42分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？2个小时，不是2个小时了，是2天了。我改主意了，因为我刚才看见这个贱妇为了那个臭男人那么痛苦，我真的很吃醋，真的很吃醋。但是呢，我又很痛快。我不想让我这种痛快和他那种痛苦在2个小时之内就结束，所以我改主意了。2天以后我再告诉你。王云啊，你这要罪加一等的。我现在死都不怕，我还怕什么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怕。真是一个亡命徒啊！今天从青岛飞回的航班是几点的？好，带他回来吧。嗯。他还是不说吗？嗯。你说为了一个薄情的女子，居然连死的想法都有，真是可悲呀。他们什么时间回龙城啊？晚上8点从青岛起飞，10点钟赶到龙城。我真替这邵大行长担心，但愿他能扛得住。他扛不住也得扛，他该静静地考虑考虑他自己的问题了。此刻的邵明哲并没有在反省自己的错误，他今天从天一透亮便没有敢再睡，他怕一睡过去又搞不清几点几分了。他数了一上午的数字，感觉快到中午了。门外走廊里传来的每一个动静，都让他以为是救他的人来了。多少次的希望之后，便是多少次的失望。邵明哲开始怀疑那个绑架他的人骗了他。如果说有期限的煎熬还能忍受的话，那无期限的煎熬变成了无法忍受的一种折磨。怎么样？
敏娟在强迫着自己投入到去玩去疯狂的刺激状态，并希望以此来摆脱缠绕在心中的一个又一个烦恼。你玩吧，我今天。乔一民从来没见敏娟这么高兴过，敏娟朗朗的笑声也让他的心情变得好了起来。从得知邵明哲被人绑架的消息后，乔一民便一直沉在苦苦的思索中。在他看来，像邵明哲这种多行不义的小人，遭到什么人的报复是应该的，是必然的。但他担心的是，邵明哲因此狗急跳墙的再生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乱子来。乔一民不知邵明哲现在是否脱离了危险，他决定马上离开香港，返回龙城去。敏娟，我想明天回龙城去。你不是说想在香港多玩几天吗？还是回去吧。我看你也没什么情绪，走吧。怎么回事？啊？没事，是我不小心把杯子给摔了，没事没事。王宇，哭吧，使劲哭吧。你那个野男人一看到中午没人去救他，一定也在哭呢吧？哭吧，你们都使劲哭吧。不哭啊，天理都不容啊。王宇，我求求你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你觉得这事儿全怪我吗？3年之前我就跟你提出来分手，你同意吗？你同不同意？你自己想想。你说我要是跟你分手，你就去死。你说你不会让我家里人好过的，我怎么办呀？呸！你都已经怎么办了，还问我？养野男人，恐怕还不止一个呢吧？王宇，明哲他对我有恩，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是真心对他的，我爱他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放了他吧，王宇，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还有没有其他的有用的线索？没有。喂，王队呀，是我。我们在王云的这个行李当中啊，发现一个望远镜。我分析啊，他肯定在楚梦他们家附近啊有一个固定的监视点。对，你到物业那儿去查一下，看看这几天有没有租房子的。对，我们最近租房的人不多，是吧？而且我们这个小区管理很严格的，是吧？应该这样。对，在这边，王队长。郑先生，郑先生，你开一下门，我们是物业管理的。租这套房子是河北来的一个郑先生，叫郑亮，他现在人不在家，我们晚上再来看看吧。他是什么时间租的这套房啊？前天，对。是前天来租的，人家有身份证，我们把他的身份证复印，作为物业留个备案。另外，他也付了定金。你说他要是干坏事儿，他能把身份证的复印件留给我们吗？这是房门钥匙吧？
王队长，现在人不在，我们进去不好吧？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？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不把男人当男人？我那么真心实意对你，照顾你父母，照顾你兄妹，把你哥安排到乡政府去开车，让你妹妹去当了小学老师。我对你哪一点不好？啊？楚梦，你竟然给我戴绿帽子，让我成为咱山里第一个被女人踹了的男人。你让我怎么做人呢？我这辈子都被你给毁了。王云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邵明哲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？你们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说的。王云，你什么时候改名叫郑亮了？你枪毙我吧！我不活了！你枪毙我吧！我不活了！枪毙我！枪毙我吧！明哲找到了吗？他有没有事儿啊？他死不了。王云绑架邵明哲的一场闹剧，终于尘埃落定。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山里汉子，在打乱了警方所有计划的同时，也触犯了共和国的法律。等待着他的，也必将是法律对他的制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明哲，是我让你遭罪了，对不起。梦梦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让你担惊受怕了。咱以后千万别再干对不起别人的事儿了，好不好？以后咱们好好的、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啊！咱不吃这个了，来。我饿。咱不吃这个了，我带你出去吃顿好的，走。哎，周大队长，劳苦功高，辛苦了。哎，哪里？还没吃饭吗？一会儿我请客，算是给你接风啊。来坐。你说，半路杀出这么一个人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整个一闹剧。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呢。如果王云不绑架邵明哲，打乱我们的计划，乔一鸣会向邵明哲出手吗？对。如果乔一鸣稳坐钓鱼台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永远不出手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就想这个问题啊。你想，
马兴亮死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怀疑是乔一鸣干的，然后邵明哲被绑架，我们又怀疑是乔一鸣干的，但是事实证明，这2件事情都跟乔一鸣没有关系。我在怀疑，我们的方案在实施过程当中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只是一种可能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知道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触及到他的软肋，所以他能泰然处之，闻而不发。那乔一鸣的软肋在什么地方？这正是我们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。我觉得哈，那个邵明哲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。我想，他写那封匿名信的目的，不光是为了报复啊，就因为啊，他看不惯他老婆跟乔一鸣的这种关系，就写匿名信，好像没那么简单。还有，马先亮的死，是不是该到利用的时候了？严大律师的滨海之行，不会一点收获都没有吧？这样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啊，一个是马兴亮的死，对不对？还有严大律师的滨海之行，再一个就是邵明哲手里可能掌握的东西。这3件事情肯定有一件是乔一鸣的软肋。我跟民总单走了啊！哎，你们去吧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啊，咱们先去看看老邵。我不想去见他。咱们说好了嘛，你早晚得面对啊。然后我再去看看严书记，他儿子满世界查我，我得帮他伺候老子。乔一鸣和闵娟一行人在邵明哲被救出的第2天返回了龙城。在回来的飞机上，乔一鸣好容易说服了闵娟，一到龙城就去看看邵明哲。他能想到，邵明哲大难之后的心态是脆弱的，在这种脆弱的心态下，他一定会向自己流露出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来，也一定会答应放过闵娟和他离婚的。娟姐，喝茶。老邵呢？他出去了。怎么休息这几天就上班了？不是，他出去办点事儿，不过很快就回来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趁这个时间去看看严书记。哎，晚上能在你这儿蹭顿饭吃。乔总，你太客气了，我还怕我做的菜不合你们的口味呢。我也是个粗人，什么口味不口味的。我走了。乔总，马上就回来。啊，你先坐一会儿。娟姐，对不起。小楚，你跟邵明哲来往了这么多年，我们这还是第1次见面，你别紧张。我相信，你跟别人的想法都一样，认为别人夺走了我的丈夫，我一定会不放过你的。可是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跟你把问题谈清楚。其实感情的问题很复杂，也很难讲清楚。我跟邵明哲这10几年是怎么过来的，我想他都跟你说了。所以在听说你们2个事儿之后，
我一点都不奇怪，我也不震惊。怎么说呢？这也许对我们3个人来讲，都算件好事吧。你说呢？娟姐，对不起，对不住你。邵行长，你知道，我不缺这5万，你呢？你肯定也不在乎这5万。我姓王的做买卖啊，绝不在一时一时上做文章。我给你这钱啊，也不是为了那次贷款的事儿。你千万别认为啊，事儿没给我做，钱就不好意思拿。收下吧啊，全当做我交你这么一个朋友，以后啊，还有事儿要找你这个朋友。好了，王老板，朋友可以交。你以后只要找我的事儿，我能办，我还是给你办的。这钱是不能要的，你还是收回吧。这事儿隔了1年多了，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事儿来了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人嘛，总是越活越明白，越活越知道怎么做人。人活在世上，不就是图个平平安安吗？邵行长，有件事儿，不知是真是假。什么事儿？前2天啊，公安局全市大搜查，说你被绑架了。真是胡扯！什么绑架？这些话传来传去就变了味儿了。我是因为一些小事和一个人闹了些意见，现在双方都说开了，也就没事了。什么绑架？真是胡扯！邵行长，这钱啊，你放心的拿，我是不会和你闹什么不愉快的。你是个大人物，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了。好了，王老板，这事不说了，钱你收下，我走了。胆小鬼！